前几天我打开消息，发现很多人在一个视频下艾特我，大概意思就是让我推理一处埋藏有金子的位置。打开视频，原来是一位博主在地下埋了黄金，以悬赏的形式供观众寻宝。想了想也是呀，朋友们，买宝贝不买点金子多没意思呀！买点金子不整个藏宝图让大家挖挖，那更没意思呀。那现在这种对于我来说，岂不是专业对口了吗？提取视频中有用的线索，只见他一直在山区附近进行拍摄，藏黄金前在一处房子周边对金子和其他奖励品进行打包，也就是说，藏宝所在地就在山区附近，大概率有人造建筑。跳转到埋金子的镜头，只见他埋藏宝所在地的山坡上有一处电塔，镜头的正前方有一棵枯树。虽然镜头很短，但是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事情稳了。根据作者拍视频的镜头推算，从开头的拍摄到打包黄金到埋藏宝藏，此时应该都下午时间段了。细听视频的背景声音，还有晚间昆虫的叫声，那可以推测他埋金子的时间估计也快夕阳西下了，因此埋金子的时间大概为下午5点左右。此时太阳在西侧，回看作者的 IP 山东，也就是说他藏宝的地方纬度并不低。综合以上信息，此时太阳位于西偏南侧。根据视频中藏宝镜头中的影子，结合此时的太阳位置，可以得到此时拍摄的前方是东北侧，藏宝所在地头顶的悬崖是西北东南走向的，而电塔的电线大概是南北走向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缩略图，藏宝所在地附近的地理环境大概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我只需要通过科技输出山东山区的所有电塔，然后结合缩略图对其进行一一排除，我就可以找到埋藏金子的地方了。原本我还以为这已经有足够的信息支持找到埋金子的位置了，谁知道作者还在结尾贴心的送上了一个日落远景镜头，这还不止，还附诗一首告知附近有风车，那不瞬间变成诵经题吗？难度降低了不止1星半点。细看日落远景，虽然景色太远分不清远处的是电塔还是风车，但这并不影响后面的推理猜想。远处人造物大概距离拍摄所在地2个山头的距离，地图中测量2个山头的大致间隔大概是3公里左右，再给它个2公里的误差吧，也就是说埋金子的电塔5公里范围内会有风力发电机。针对附加风机线索，对前面的代码进行优化，加入5公里内有风电机的条件，输出结果，地图上的电塔数量瞬间清空了一片，只留下了小部分的电塔坐标。生成结果导入遥感地图。根据评论区他粉丝的评论，作者以前在济南的南侧也埋过东西，推测他的活动范围为济南周边，也就是鲁中山区的北部。回看地图中的电塔位置，在济南南部就只有2片，一是位于济南的西侧，但这里地势趋于平坦，与视频的山区并不相符，而另一边东侧的电塔北侧这部分也在平原附近，不符合，反而旁边的这一片就很符合推理设想了，而且旁边就有一条村子，正好符合作者打包时候镜头附近的环境。回看刚才推理的缩略图，高压线路南北走向与地图中的坐标以及放大后的电线走向也大致符合。那么根据镜头上悬崖走向的推断，这3个地方都很符合。接着我在附近的山顶朝西南侧一边往前排查，也找到了视频中诗句里提到的风力发电机，由此基本可以确定了藏宝的所在地就位于山东省淄博淄川区的马棚村附近的电塔下面。接下来我只需要到这里，在电塔下找到那一棵枯树，那么金子就是我的了。以前的推理都是粉丝的挑战或者求助，难得一次可以与自己有关，我真的很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去把它挖出来。一方面是为了一个推理博主的倔强，另一方面亲自破解出地址，翻山涉水把金子挖出来送给我家那位，那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随之我当晚就开始跟上级申请出行，奈何这婆娘居然睡着了，
不回我。无奈的我只能在视频评论区占据高位，宣示着我已经找到，并在半夜与原作者取得联系。通过沟通，从他的反应，我也印证了答案的准确性。当晚，我还联系了就在附近的博主朋友刘馆长，希望他能抢先一步挖出来。结果他去了南京，与其他神话区的博主面基了。直到第二天早上，这婆娘才跟我说让我去，可是那时我已经错失了最早的航班了，毕竟晚1分钟，风险都会多1分。无奈的我只能订第3天的航班，并拉上宇克军一同前往挖宝。当时连租车、线路都看好了，就等出发了。然而中午时分，随着一条评论，一切都结束了。最终飞机还是跑不过2条腿，给一个本地观众捷足先登了。散队、退票，一切就如一场梦。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当晚我家那位没睡那么早，我坐最早的航班去，或许就是我的了。或者如果作者没有公开最后的远景镜头和藏宝师，信息只有藏宝的那个镜头，或许就是我的了。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呢？下课。